请问你喜欢旅游吗？喜欢呀。你旅游的次数多吗？旅游的次数倒不是很多，一般的话还是国内会多一点。像之前没有疫情的时候去过国外，比如说泰国啊、迪拜啊那边都去过。但是迪拜的话是因为公司在我们去做设计师类的活动，然后去了迪拜。还好，比较少。喜欢。你们旅游的次数多吗？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还蛮多的吧？对，挺喜欢的，基本上只要有空都会在外面。很喜欢。喜欢。你们出去旅行的机会多吗？上学的时候很多，大学的时候空闲时间很多。之前挺喜欢的，但疫情之后就没有了。那你出去旅游的机会多吗？疫情之前还是蛮多的。一般出去旅游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缓解压力、放松呢，还是为了追求一些刺激的活动，比如说滑雪、冲浪之类的？陪伴家人了，就是有前几年是按规划是说每年都能跟家里人一起去，然后坚持了几年之后，因为工作的原因就没有了。然后这几年又遇到疫情。我觉得旅游更多的是在于调整、放松你自己的心情吧。对，现在。一般我们出了校园之后，如果说不是从事相关行业的话，肯定说就是朝九晚五的上班，这是大部分人的情况嘛。所以说旅游的话，可以让你去到一个新的城市，去到一个去接触一些新的人，对吧？去品尝一些新的美食，去看一些新的风景。我觉得主要还是这方面的一些动力吧。对，都有吧。说这种本身对我来说可能也算是一种放松了，就还算是这怎么说呢？说放松也行，就是我会那种就是可能有几天那个去玩这些比较刺激，但有几天可能就会想找一个地方就那么瘫痪一下，就单纯是为了想去自己想去的地方，然后呢看那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，然后就去玩。我就是休闲，然后可能滑雪有，对，但是更刺激的活动就没有尝试过。我也是。肯定就是为了放松心情，在自己待腻的地方去别人待腻的地方待一待，体验，然后玩，然后拍照，要和朋友在一起，那个氛围。对，我更喜欢是就去哪个地方，其实我不是很看重，就那个地方就是哪都行，但是一定要和好朋友和好的男朋友或者和好朋友一块出去，然后就是体验当地的不同的民族氛围，就是我们没有去过的城市，说哎这也可以，那也挺好玩，对，那近1年内你有没有在国内去过哪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地方？近1年内只去了上海，就是去年时装周的时候去了。然后呢，上海这个城市嘛，然后呢，时尚圈的氛围还是蛮足的。就是单纯为了时装周，所以去了上海，不过也算是工作出差吧。上海很多甜品，然后我比较喜欢吃甜的东西嘛，然后上海有很多巧克力啊、蛋糕啊、雪糕，都是还蛮符合我的爱好的。个人印象最深刻的，我想想，喀什吧。喀什那个地方就怎么说呢，也算是一个，就是它是一个很多种民族，就是一锅杂烩嘛，等于一个地方是，而且它又有保留了一种，就是它很多传统的一些社会人文的景观，还是在那边能找得到一些踪迹的，而且想要看一些自然景观，它那里又是能找得到的，就等于说是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地方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苏州跟重庆吧，因为我当时去苏州是下雪的，然后因为我个人是学建筑的，然后因为苏州的建筑它比较古风，然后就会看到这种挂雪的情景，那我就印象比较深刻。涠洲岛，因为跟着家里人就能出海，然后一起去捕鱼，就这种感觉还蛮有意思的。对，然后国内的国内就这个，就一个是跟家里人一起去的，然后会有一些特殊的经历，会有一些美好的回忆，会让我觉得那个地方特别好。我们愿意去一个地方，大部分原因是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些故事，或者会有一些回忆，能有一些回忆让我们觉得那个地方很美好，会想再去。那应该就是深圳了吧？对，我觉得深圳的榕树真的很漂亮，在其他的城市没有见过。就是它那个根系啊，从那个树干上垂下来啊，然后那种绿荫的感觉，我觉得是很好的。然后就是深圳的蓝天白云，这2天我在深圳的时候就一直在拿着手机咔嚓咔嚓咔嚓，
对，蓝天白云真的非常漂亮。对，这2天真的很美。对，因为深圳、上海是我出差比较多的这2个城市嘛，但是深圳的话，我觉得是比上海要好一点。成都它是吃的方面比较吸引你，还是它的地理环境？吃的，还有他们的生活态度，真的慢，尤其是从深圳到成都之后那个落差，我天哪！生活态度慢是，节奏慢，包括就是小细节的话，就是走路，我现在会在成都路上觉得他们好挡着我那种，我说哎再快点，然后我对我妈妈也说哎你怎么走这么快，等会儿我，然后就在国内的话，你目前最想去旅游的城市是哪一个呢？目前最想去可能是西藏那边吧，那边就是因为国内比较好的自然风光比较少嘛，然后那边还是比较就是自然一点，然后城市的话因为区别不是特别大，就是其实就是逛逛商场，然后逛逛艺术园区什么的。你就是想要远离那些喧嚣的城市，对吧？啊，那倒没有，就是因为旅游嘛，肯定是想找更加不一样一点的那种体验嘛。我可能会比较想去青岛或者大理那边，因为这2个城市还没有去过，然后呢一直都在我想要去的那个 list 里面，但是因为疫情吧，所以到现在还没实现。主要还是人文环境吧，因为自然风光的话呢，我是觉得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没有那么大吸引力，我还是比较喜欢体会就是人文风情之类的东西。就比如说他们的民俗文化。对，就比如说像云南、大理啊那边，他们的生活的环境，然后还有氛围，其实跟我们深圳这种城市的话，其实是区别非常大的，所以想去体验一下。在国内现在还不一定吧，但下次想去一次三沙。就还想去一次西沙群岛那边看一看的，稍微，因为它相对的就是陆地的距离还算是远嘛，相对整体的条件还算是，而且纬度也更靠赤道一些，所以就整体还是会好一些的。但就怎么说呢，也没去过就不知道，就反正出去玩这种东西，就你不去之前你就永远不知道是个啥样的。可能还是太久没潜水过了吧，就还想去溜一圈的稍微，因为国内这种选择还是太少了，而且现在出国条件也不具备嘛。国内的话，西北那边还没有去过，所以我挺希望去，比如说看一看大草原啊，看一看那些荒漠啊，看一看。因为那些景色是之前没有接触过的，对，像去海边，或者是说去山里，或者是说去云南那边啊，也都去过，所以说想去看看草原，看看荒漠这种，没有特别想去的，我觉得深圳就很好。为什么呢？深圳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，而且深圳也蛮大的，从古城就那个南头古城到大鹏索城到。宝安那边的海边，就是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，然后包括去到，而且深圳是有1000个公园，就叫千园之城嘛，那这些地方都可以去看去逛，就是而且深圳还有城郊公园，就是唐朗山这些地方都可以去，就还蛮多地方可以去逛去看，有山有海，就是我是很喜欢深圳的。现在因为疫情的影响，出国玩不太现实。疫情之前有没有出国玩过？你印象最深刻的国家是哪一个？墨尔本吧，因为我在那里留学，大学在那边上的，所以说印象最深刻的话，那肯定是我曾经待过很长时间的城市了。国外的话，像澳洲大家都知道嘛，就是土澳就比较村儿。然后呢，所以它就比较惬意，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。然后呢，也不像说国内的城市那么繁华，所以就会比较轻松一些。而且我那时候还是学生吧，就没有什么就是工作上的压力，可能这也是其中一个部分原因吧。然后为什么无聊呢？是真的，如果是跟国内的这些城市相比，那肯定还是无聊的，能娱乐的活动非常非常少。在疫情的时候都在国外，然后疫情之前在国内。所以就在疫情期间，你都是在意大利。然后就是去了一些欧洲的国家，有去法国、德国，然后奥地利、匈牙利、捷克这些，就是东欧、西欧还有北欧都有去一些。主要是集中在东南亚这个地带，就这些泰国、印度尼西亚，然后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就是东南亚地带。
疫情前小3个月，我们还在一起计划说去首尔，然后我都差点就回家去办护照了，我们就2个一直在计划，特别兴奋。已经办了，然后就疫情了。然后对，本来我说开学之前，我们说抽个1星期去首尔购物啊，怎么玩都已经算好了，机票都在看了，结果一回家就出不去了。像大洋洲加上周边那些岛国，欧洲再加上非洲，差不多都去了一些地方的。印象最深刻的在罗马，我收了张100欧元的假钞，然后是在人家那报警折腾了一整天，就这破事儿。那最后拿回来了吗？最后也没有，最后它只是一张就是有污损的纸币，最后还是去折腾了就等于浪费了1天时间把这事给处理了。新加坡，然后埃及、马来西亚、日本。那让你最印象深刻的国家是哪一个呢？埃及了，就去到那边的话，会想到三毛，它的撒哈拉，然后会想到这些，就是会有一些文化关联的东西，会很有感觉。疫情结束以后，如果可以出国，你最想去哪一个国家玩？为什么呢？我可能最想去欧洲吧，像法国啊、意大利、西班牙这些地方，因为没去过。然后呢，也是之前一直有考虑着说想去玩，但是刚好就是主要还是因为疫情吧，然后呢就一直拖到了现在。本来就是在我原本想去的 list 里面的。出国最想去哪里？因为出国真的很少。我觉得还是去一个有碧海蓝天的地方吧。去潜水啊什么的。之前去泰国潜水，真的觉得，虽然已经说是纯净如果冻般的海洋，但是还是不够果冻，所以就想去那种特别就是水质特别好的地方，去潜水啊，看看小鱼啊什么的。英国、意大利就是那条线的，还是会先去一趟。为啥？因为我女朋友想去。我自己也还行吧，这种国家，尤其是包括英国、意大利，尤其意大利，我个人的旅游体验是非常好的。之前在那边，就是个人观点啊，就是意大利旅游体验比法国好很多，就还是会愿意再去一次的。可能是希腊吧，因为我去了挺多国家，但是我没有去成那边，就是然后就回来了，所以就挺想去一下那边的。想去台湾省，然后如果是外国的话，日本咯，就是还是会挺喜欢日本，他们的吃的东西我还蛮喜欢的。我的话，我就是会想去欧洲那边，就也没有去过，想去看一下那边的艺术、人文各种方面的。对，好，采访结束，好，谢谢你们。